这边老师好，易老师，你们好，辛苦了，易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太不容易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易老师，你好。您坐，您坐，请坐。好。采访一下您的感受。您的感受？我的感受好难，太难了。我感觉您在忍耐。没有，就是会试着调整自己，就是说，哎，他们是学生，是年轻的孩子，就是你需要有一些耐心。这中间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丝丝的就觉得说，哎，就是这样的一愣的瞬间，哎，然后他大3，对，真的就是这样瞬间，哎，然后。但是就是稍微又回来，就是他大3，我就一直在提醒自己，你知道这因为我的累就在于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他大3，然后他新人，然后他那个什么，他在努力了。我觉得他们几个是用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在跟我建立连接。相对来说，就是这3个人里边，你觉得相对来说谁好一点？我觉得从整个场能力反倒是冯成浪，他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是那种连接，然后他只是不知道那个度在哪儿。对，分寸感不好。对，他那个度不知道在哪儿。他的内容里头的话，他内容是错的，方向是错的，但是他的那个情绪和他想要链接的那个主题，它的完整性，和他试图去找到的那些情绪的东西，它是完整的，在我感受到。就是标准不一样。我在面对他们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时间段内，然后说哪个能调，哪个能调到能调哪方面。我其实想的是这个问题。理解。对。谢谢，辛苦了。谢谢易老师。张希老师和白雪老师说啊，我们都对易经老师发生了改观。刷短视频刷多了。我都是看您长篇节目的。好难，你们更难了。我们还要再待一会儿。对，你们继续好不好？难题留给你们。拜拜。好，易老师再见。拜拜。复盘了。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待会儿投票，很多线索在里面。我们来评一下每组的情况。2个组的第一要出来，因为他们是有相应的拿到积分的，以及2个淘汰。从新闻开始，第一组是王玉和王韵林他们2个人，王玉和王韵林都有亮点，我都能记得下来。就王韵林她的整个表情管理啊，然后形象啊，各方面都很有经验。王韵林语流都很顺畅，然后王玉她其实是挺有掌控感的。那么对。同时呢，老主任刚才也提出了，其实我们从平台方和我们的监管方，我觉得易佳也不错。他从心理角度反过来想，那很多小孩做成人打扮，这角度非常好。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左右嘉宾的观点已经。我想提出一点，我觉得比较单，这个是不行的。从感官上来说，张诗雯非常大气，而且台风极其稳健。而子泰他因为耳机的问题，他那1分钟其实是开了天窗的。好，那第2组访谈，我觉得刘奎自己的输出比嘉宾多，自己的观点比嘉宾的观点还要再给的更猛烈。但他又表现出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姿态。我觉得彭真超出我的预期，就是他是完整和成熟的一个访谈，但他略微有一点点没有经验，他应该多准备几个快问快答。冯成朗就是他会绕在一些问题里边。上次综艺录制的时候，您穿的是一身新中式的一个外套。张宁宁今天整体表现很怯很弱。林蔚有一个吃亏的地方，你知道吗？他太像小孩，他没有问题，他很多时候都不是问题，就是一个感觉，一个表达。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就那么短的准备时间，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很要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是他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先简单聊一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趴对伊丽静老师的采访，3位实习生的表现，好不好？我可能会更喜欢杨凌卫一点。凌卫，你是一如既往。凌卫可能相对来说他紧张一点，但我跟他采访，但是我大概能知道他在想问我啥，或者他想通过我这知道啥得到啥，可能他对我来说更明确一点，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也和志胜哥的想法差不多吧。
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个林蔚，他中间不是出了点小状况吗？但是他很好的在那个状况当中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后面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他后面问的问题是能让嘉宾能够互动起来的，而且也是非常具体实际的问题的。是的，我也是觉得这个杨林蔚，首先觉得他跟之前其他的选手不一样，是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他非常没有攻击性，他非常甜美的声音可以让你放下防备。然后确实是刘奎和这个程朗，他们两个会陷在自己的这个执着的这个概念词里面被框住、禁锢住了，就是会有一些生硬。子琪呢？我觉得其实我挺喜欢刘奎的感觉，松弛感。对他的就是大大咧咧，然后很单纯的那个感觉。但是他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被采访束缚住了，太用劲了，太用力了。是有眉毛都在用力，全脸。对，我觉得可能出发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有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改变了这个观念，可能会更好一点。对，就能调回来。我其实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刘奎是有潜力的。因为大家都是新人嘛。对。所以多看2遍自己的访谈，我觉得会有改变。有潜力。确实，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他能记住很多的细节，像他给伊丽静老师泡了茶那些的，都是很拉近好感的。今天我们得先做出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做出推理，2组各自第1名是谁？我们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名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达成一致了？已经一致了。我们先从近的开始，好不好？人物访谈组5位，大家觉得谁拔得头筹？访谈组，我认为庞征。庞征真不错，候选人庞征，就是那个旁观者清。旁观者清，第1名确实是庞征。对，有没有人对庞征构成挑战？我觉得林蔚可能稍微有点挑战，但没挑战下来。但庞征就像全林老师刚刚说了一样，已经可以是上班了。行，那这组我们先来投票吧。觉得庞征是这一组第1名的，请举手。6票，全票通过。好了，那然后是第1组新闻播报组，这一组稍微有些久远，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选诗文，我也是，我非常坚定的选择加一。哇，诗文真的棒，大局风范，他没有什么失误，而且一直在带着猴子态，然后叫3个方向上都稳妥，还有领导力，有现场的控制力可是单独播的这位雨佳，其实前半段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在提问的环节。那这一轮我们也完成投票，我们认为播报组是第1名的张诗文，请举手。呵，又是全票通过。咱们现在加油团真是坎坎的整齐，就是我们是一个团结团。那接下来我们选举一位，推选一位，好不好？哪位在我们的名字上盖上印章？李沁是不是我们的飞行嘉宾？哦，是的，是的。既然是飞行嘉宾，我们让李沁来投上这一票。很荣幸，第1期就加入大家。然后 ，OK， 漂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最后一段 VCR， 看一看最终的导师选择结果。今晚应该会出结果，是吧？今晚应该会出结果，不知道。有点紧张，张吗 ？Take it easy 啦，放轻松。诗文很淡定啊。你这么优秀，为什么我感觉我们这一季
压力这么大，是我的错觉吗？是因为我体会在其中了吗？可以看出新闻行业、传媒行业是非常卷的一个行业。哎呀，还好没让我们选淘汰的人，对，我觉得压力太大。好了，好了是吧？好，鲁豫老师，我们去宣布吧。白老师。哦，出结果了。来了，老师们出来了。久等了，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哇，辛苦了。一见面就公布排名啊！10个人起立，8个人留下。哎呦，坐吧，坐吧，大家坐吧。看谁今天会离开？太狠了！哇，大家久等了，辛苦了，期待了很久，确实我们也商量了很久，整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首先呢，要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offer 的竞争，也恭喜你们完成了第1个课题任务的整个的挑战和考验。其实今天你们所有人的表现有给我们惊喜的地方，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哦，我自己。希望我们通过接下来1个月的共同的努力，来一起提高，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适合这个 offer， 好吗？那首先我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采访组和新闻播报组的2个第1名，好吗？来了。哦。那我们新闻播报组第1名是张诗雯。厉害厉害，灯亮了一半了。这是我们4个人共同的意见哈，我是代表我们4个人一起来宣布这个结果。我觉得讲张诗雯好什么？一，她的主导性非常强，他们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得非常清楚。诗雯上来就说我们5分钟先看稿子，到了几点钟我来提醒我们再看下一部分。咱们先一人看5分钟稿，然后再连线这个。6点整我叫你。哇，好细致。他有一个对于节目整体的一个掌控，包括实际上子泰问的第2个问题，诗雯给到子泰的。我觉得你就是问影响，抓住一个细节来问，这样显得比较严谨一点。那得看他说了什么我再问，对吧？对，你就问影响未来会怎样发展。其实咱们是一个思路。OK， 专业。他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他是有一个思考的思路的，是有一个逻辑的。而且这个逻辑基本是对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么在童装去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给原来的女装发展带来一些份额，去挤占他们的市场份额呢？对，诗雯连线是不错的，她的问题比较简单、直接、明了，这个非常难能可贵。对，这是个专业性的一个体现。然后基本上是指向很明确，但会有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表达，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她可以。一致同意。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雯，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以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太棒了。然后我们采访组的第1名呢？来吧，旁观者清。你们有感觉吗？哎呀，恭喜庞真，恭喜庞真！第1盏灯亮了。
也要恭喜我们第一站的旗开得胜。整个的交流氛围非常的好，很和谐。我觉得对于你和梁田来说都是非常愉快的一次交流。它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个访谈，就是我能够完全感觉到它有一个套路，对吧？先给你套近乎，很久我又见到你了，对。然后呢，就是抛两个我表示我对你很熟悉，然后你想回答的问题，然后把他的问题1、2、3问完，就是一个完整度。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会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选择。好棒！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所有的话术，一点都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快问快答，我是真没想到，我是觉得已经结尾了，有很多巧妙的小心思在里边，挺棒的。而且快问快答确实放在结尾会比较好，比较惊喜。一上来你就会觉得节奏过于快了，对，有点压迫感。那接下来还有其他晋级的6位实习生。哦，6位实习生，紧张。我来一一宣布一下哈。侯子泰，侯子泰，侯子泰是留下了对吧？第3个晋级。但是我必须要说，今天你们几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太松弛了。啊？师姐，我在等你读 A。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频率。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说的好是松弛，说的不好就是实在真的没有求生欲。对不起，老师。所以你今天要好好谢谢你的搭档。好，谢谢淑儿姐。但是也因为你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张诗雯特别棒，所以你衬托了他，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子泰晋级了，有没有说明播音组可能就全员晋级啊？那采访组要淘汰2个？按照这个逻辑，就像这样哦。好，接下来第4个。哎呀，我该先说谁的名字？看到你们的眼神。杨林蔚。林蔚。啊，这快要哭了。谢谢老师。林蔚非常棒，算是访谈组的第2名，应该实至名归。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伊丽静老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采访对象，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还是没有发怵，很好的完成了你的整个采访，完成度是很高的。只剩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踏实了。接下来，王玉。哦，王玉确实也不错。第一组的2位应该是稳的吧？对。因为王玉林感觉表现的比王玉还要好。老师，我有什么问题吗？就直接给我了。我们每人都记了好多。对，我觉得太长了。对，我们回头慢慢跟你们说吧。对，现在就晚了。但你记得你们2个结束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给你们鼓掌，是吗？对，我是给我很大鼓励。对，你跟你的搭档搭配的非常好，你也要谢谢你的搭档，你的搭档也非常出色。感谢。好，所以接下来就是给搭档的。王韵玲，王韵玲，韵玲听到这个时候我也稳了。王韵玲今天表现非常出色，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我只有2个了。哎呀，瑜伽，怎么办？不行。一个小汇报吧，然后其实我特别希望有机会以后，他之前都是第1名，他没有感受过第2的味道。扛住，扛住，扛住，扛住！他
担心他的后半段。雨佳。接下来，李雨佳。啊，真的吗？耶！哎呀，高兴了。谢谢老师。确实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前面的播报还是非常亮眼的。好，谢谢老师。回头慢慢聊哈。好。播报确实播得特别好。好，接下来，刘奎、程朗、宁宁。哎呀，这3位，只剩最后一个了。我选的是刘奎和冯程朗。刘奎我同意。我觉得刘奎犯了做访谈的几乎所有的大忌哦，自己的输出比嘉宾多，他所有的声音都是含在嘴里的。时代的大背景送你之下，真的日光之下无心事。所以刘奎我们是没有异议的，是吗？刘奎没有意见，也就是程朗和宁宁之间。我对程朗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从头到尾反复在表达漂亮的这个话题。你觉得自己漂亮吗？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有一些完全不着边际，到某些程度我甚至认为不是很得体。我听到后半段的那个访谈，我是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就只要他绕开这一个坑，他只要绕开这一个错误，那就是另外一个评判标准。那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我很同意大家对于他在整个这段采访当中的表现是毫无分寸感，但是被访者他都会觉得说他身上有某种特质是适合做主持人的。我觉得第3个冯程朗，他把整个场串起来。我的感受说，我说你适合主持综艺。他的那种阳光和放松感是有演员的，是讨喜的。我同意你说你把它放到某个地方，他的形象可能是讨喜的。但他今天这段访谈，他真的触犯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是激烈辩论。对。你觉得张宁宁适合做幕前工作吗？我看她的简历，我非常喜欢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头脑、很有思考力的孩子。做编导肯定没问题。我觉得她所有的优势和她的发光点，在她面对镜头的时候，其实都发挥不出来。你说的很对。不适合大屏，尤其。今天整体表现很怯，很弱。宁宁其实本来也没那么好，但是有人反衬出来了。对，在这一波，他可能从我这儿来说，可能侥幸过关了。我说冯程朗，如果这个访谈是在5分钟、10分钟内收，其实他不差。所以我是很失望的。的确害怕。冯程朗，冯程朗。冯程朗和宁宁并没有说谁绝对比谁好多少，但起码冯程朗他至少出来的前5分钟，我是觉得眼前一亮的，超出预期的。因为他年纪最小，他面对易立竞这样一个前辈的时候，他反而显示出了一种不寻常的淡定。他的那个情绪和他想要链接的那个是完整的，在我感受到。我们从一个表达者的角度看潜力，我可以做到粤语、英语和普通话3种无障碍交流和沟通。钢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它是双语播音，还没有到英语的环境呢，它的优势。我就喜欢站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我也非常享受就是在幕后的每一个瞬间，就只要让我做这件事，我觉得哇，好开心啊！也很真实，有这样的形象配上他的性格，其实还蛮讨巧。张宁宁不适合去采访别人，可能更多的是适合自己去表达。梁田的采访很多是梁田在帮他补，而是不是他在引导梁田去讲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仅以这场比赛表现论胜败，他可能是这5个人里面最弱的一个。哎呀，冯程朗。哇，那宁宁和刘奎走了。
你是觉得你要被淘汰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买票 ，I want to buy a ticket and go to home right now。临别赠言都想好了吗？对，我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跟老师们讲一下我的一些小的想法，但我觉得讲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长篇大论。今天实在没时间了。对，坐吧。谢谢。好残酷啊！哎，太残酷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能够晋级到我们的实习阶段的实习生的名字都公布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公牌，非常感谢刘奎和张宁宁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的竞选。来，刘奎，谢谢老师，留作纪念好吗？好，谢谢老师。就是我们4位老师都要非常诚实的跟你说，可能在今天的整个任务的完成上，你和别人相比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你的人生和才华没有必要被主持人3个字定义。或许在别的平台有其他的机会。就是我想哈，如果是徐志胜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和竞选的话，也未必能拿到 offer。我可能都入选不了这10个人。所以继续加油。好，特别感谢老师们，感谢。谢谢老师。我们真的都非常的喜欢你。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表达者。但是表达也不一定要以主持人的方式来表达，你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真正的 KOL、Key 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所以继续用你的方式去表达和影响更多的人。谢谢老师。但宁宁其实她的那个还有内在的。各位老师好，我是张宁宁，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我觉得其实，在电视台里面的实践是非常有责任性的表达。相信大家都非常，我是觉得能够去更加的突破自己，去让表达更加的有厚度，更加的有力量。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宁宁。虽然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主播，知道我表现很差，不是很差，怎么会宁宁？但是我会觉得在这里已经非常荣幸了。未来，我希望能够成为最真诚的讲述者，更多的人看到内容背后的力量。喜欢你所有的思考、观察和表达。未来还会再见。宁宁的思考性和思考能力是在的。大家好，我叫刘奎，来自南京艺术学院。我不是一个好的表达者。刘奎，哎呀，在过程中我也能够感受到话语空间状态存在的差异。裴老师您好，能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尹老师这样的交谈，我觉得形式之外，内心很多东西，老师真的有在很真诚的给我方针和指导。未来努力成为一个有特点的，能够真诚交流，给别人带来温暖或者说快乐的主持人。挺残酷的，其实这俩孩子都能带，都有成长性。一